各位朋友好，很高兴今天在这跟朋友们见面了。今天是8月3号，今天要给大家谈的话题是：没有民主，国家就会被独裁者变成禁锢人民的工具。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啊，这个一个非常好著名的网友秀才江湖，由于昨天到他深圳前妻的家里，那么应该说他是悄悄的来，但是很快就被当地的这个俗称国保，实际上就是共保、官保，还有这些这个警察们破门而入，强行给他戴上手铐，把他带到派出所，然后又强行使用他手机里的钱买了机票，把他遣送走。那么秀才作为中国的公民，他在自己的国家想到哪里不想到哪里，完全享有这种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基本自由权利。可是这种自由就随意的被践踏。实际上近10几年来，中共对于中国公民的这种迫害绑架、关押、黑监狱、精神病院、解访、被失踪、被黑头套等等的一系列的迫害人权的举动，可以说是普遍发生。甚至中共高层和地方政权串通一气，就不断的让地方政权直接用暴力绑架上访的公民。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多网友已经并不陌生了，但是今天为什么又拿出来谈？那是因为今天又看到这个秀才江湖，也就是吴斌先生的这个遭遇引发了我的一点感触。我记得2年前我去这个捷克参加哈维尔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那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一个是来自斯洛伐克。可能很多朋友们知道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说法在中国也并不算陌生，对吧？但是后来呢，捷克和斯洛伐克就分成了2个国家。对于这个接受了太多中共的愚民政策和宣传的朋友们来说，可能对于一个国家分裂成2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从感情上，从自己的意识形态上，或者从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和灌输的思想上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一个国家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否则国家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那么你说人民还要拿钱出来纳税出来养这样一个庞大的机器干什么呢？这个机器不就是保障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吗？对不对？就像你几个人露宿山林的时候，和这些野兽为伴的时候，你可能必须就是说轮流值班，让一个人拿起枪来在这守护着其他人休息，那么过一会儿再换个班，别人再起来站岗，那另一部分人休息。我想这可能就是最原始最早的国家的雏形了，对不对？这些人就是保护这些人安全的，所以人民可以支付一些这方面的费用来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可是到了今天，很多独裁国家已经变成了独裁者奴役人民、禁锢人民的工具了。几乎无一例外，所有这些专制国家都有这样一个功能它的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的这个天职被荒废掉了、颓废了、弱化了，强化一部分人少数独裁者的权利，利用国家来禁锢人民，巩固他的权利，造成了国家机器所存在的主要价值了。那么像中共专制政权控制中国国家机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实际上一个制度好与不好，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衡量标准，那就是它的存在是有利于人民还是不利于人民，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还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差。作为中国，自从中共抢夺了政权以后所以大家别迷信什么解放前解放后，没有解放前解放后，中共抢夺政权之前和抢夺政权之后吧。我们看到中共抢夺了政权以后，实际上是让中国走了太多的回头路让中国倒退了不知多少年。整个中共抢夺政权以后的这段历史就是禁锢人民的一个历史从早期的这个人民公社大锅饭老百姓你连去赶个集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入了社以后，你是社员，你的所有的时间那都是中共的，你如果不去跟着他们去挣工分，去赚那点工分，好分点粮食吃饭的话，你可能真的就要被饿死。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国家就已经变成了禁锢人民的工具。那么后来的收容遣送制度大家也都知道是吧？孙志刚被中共恶警给打死了。那么现在虽然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了这都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没有了这种固定的收容遣送站，取而代之的是到处都是中共的黑监狱，它可以任意违反中国现行的法律，把他们认为威胁他安全的公民随意的抓捕关押到黑监狱里，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状。那么中国公民现在自己在自己的国家，你要到一些地方你还得拿介绍信，还得有特别的证件，比如说我们要去香港，是不是我们就要去澳门，对不对？或者是甚至你要到西藏到新疆都有这样的问题，甚至你要开车去北京，你进城之前都得登记造册，说明你来干什么。那么我想世界上我走过这么多国家，我也没见有任何一个国家这种首都说你进入首都你需要登记造册，需要怎么样，这简直就是到了一种怎么说呢，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远比生活在其他不同国家之间的这种自由更为被限制的。实际上在欧洲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些公民在这个生根范围内，他可以自由的到任何一个国家去。那么即使像刚才我举的例子，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开以后，那么斯洛伐克的这些学生如果要到捷克去读书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他的从手续上的这个容易程度比我们一个农村的孩子考上大学，然后你要到派出所里去迁户口，迁到这个大学里所在地等等都要容易得多。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讲，一个国家如果是在专制政权的控制之下，那么人民的生活，它的自由度，它的人权的保障程度，远比在一个民主之下的分裂的国家之下的人民更为差的，怎么说呢，更为不如吧。生活在即使是分裂后的国家，他们彼此从这个地区再到另外一个地区，或者从这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不管是求学也好，生活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对不对？比我们中国的同胞从乡下想搬到北京去住，那容易太多了，那不知多少倍，对不对？或者说比一个普通中国公民你要搬到香港去住，你要搬到上海去住，那容易的太多了。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讲，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对吧？一个国家一旦在专制之下，那么国家机器就成为独裁者控制人民的工具，人民的自由度、人民的人权是根本没有保障的。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专制确实是要不得，是害人不浅，而且独裁者往往也经常打这个狭隘民族主义的这张牌来煽动民族情绪，什么一寸土地不能丢也不能等等等这一套包括前一个阶段中共利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来煽动仇日仇韩等等，这
好像是在过去是屡试不爽，一直有效。我就不明白这些人你在想什么。钓鱼岛是你的，钓鱼岛是你的，你可能从生下来到死都不知道钓鱼岛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可能去做半天愤青，你回来你的房子被强拆了，怎么办？所以这样的基本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不去思考啊，总是跟着这些独裁者的指挥棒在跳舞，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大家应该三思而后行，很多事情应该仔细的去考虑。实际上也别说是一个国家分开的不同国家，即使在欧洲不同国家之间来往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个德国公民到法国，一个法国公民到德国，那都是非常容易的，是不是？不需要办任何的手续，不需要有什么港澳通行证，不需要有什么这个特别的签证。那你想想，这样虽然表面上看是不同的国家，但是你却看不到他们国家之间有这样的界限。国与国之间，你随时你可以越过这个国界线啊。你说你可以一只脚在这个国家，另一只脚在那个国家，中间不会有国界线把你分割开来啊。那人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国家那只是一个概念，只是服务于人民的一个概念，它并不是禁锢人民的一个机器。可是专制就完全的不一样。那么像吴斌就是被这个国保强行给绑架走的，他是国保吗？他是共保，对不对？他是专权的保镖，他是维护这个专制统治的，奴役人民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讲呢，大家应该仔细的考虑一下啊。我们以前生活在农村，要到城市里去还要办什么暂住证，好家伙，这暂住证比起这个互相免签的国家90天可以入境免签，那都要严格困难得多。实际上不就是中共敛财的一个工具吗？对吧？那么中共为什么不断的利用这样的一些民族主义来巩固他的政权，来欺骗百姓呢？说白了，就是不愿放弃他的专权，不愿还权于民，不愿把自己的这种特权交还给人民。一方面他们在仇视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的文明社会；另一方面就是共产干部们把他们的子女、孙子女啊，甚至是这个妻子等等这些小三小四儿啊，全部都转移到自由世界。你看中共专制政权，有朋友如果去调查一下，甚至就包括别说党政官员，厅级以上的，甚至是团级以上的，你去调查一下，他们的家庭子女住在自由世界的比例占多少？我最保守的估计也是超过60%的，不信大家可以去调查一下。甚至连所谓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的家人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这样的。那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如此的水深火热，那么这种民主制度如此的不堪，你们中共在台前的时候，在电视机面前的时候，不断的骂这是这样的制度，那你们为什么都把自己的家人送到这儿来呢？难道说你们想深入敌人一辈子吗？这个很显然是骗不了人的。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我想好多朋友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警惕中共，警惕他们利用民族主义这张牌来欺骗百姓、奴役百姓，当工具来使。一个国家没有民主，人民没有选票，你就是不被重视，你就是不被尊重。为什么要尊重你？你没有选票，对不对？做得好与不好跟你都没关系，你喊破嗓子没几个人听到，你上网发帖、写文章，马上中共就会派特务来找你，威胁你，对不对？再不行就把你煽颠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关起来了，有什么道理好讲？根本就没有道理好讲。所以说你说作为律师本来是捍卫法律实施的，那结果中共看到很多人开始和律师一起维护自身权利的时候，中共就开始了对律师的打压。你说你自己立的法，中共就完全可以不顾，就随意的践踏。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觉得我们需要特别的深思熟虑以后，
再对中共所号召我们的东西做出反应。我觉得有些网友总结的非常对，那就是说对中共的话，中共所说的，中共所宣传的，你反着听，基本没错啊，不一定100%没错，还是基本没错啊。究竟是80%、90%、70%，大家可以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总的来讲，如果中共说我们的人民币绝不贬值，你就好好想想，哎呦，人民币要贬值，为什么中共凭空拿出来说这件事情？如果中共说哦，你尽管放心，我们银行里有的是钱，你不用把你的钱取出来，你就要想到中共的银行里已经空了，你快点把你的钱取出来，不管换成什么样的钱，你好好保存着就没错。所以说，基本上现在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啊。对于中共的邪恶，我想随着郭文贵对于中共岛国集团的这个曝光，大家应该看到了。我想可能特别值得提醒的是，其实又何止是郭报的那一些呀，没报的那些也一样。中共整个从上到下就是一个腐烂的贪腐集团，任何人抢到了权力，只要他不在中国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不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不解除党禁报禁，不让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行使对社会、对执政官员、对于各党派的监督权，中国人民的权利就永远没有保障。只要他可以随意的废止这个法律，不去实施，或者说是践踏这个法律，那么只要他想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做。那对于人民，那就永远都是危险的。所以决定胜负成败的最重要是我们的信心。我觉得人民有了信心，不断的去努力推动，才能改变这样一个现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如果我们徒手在河里抓鱼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鱼已经抓到手里了，就在离开水面的那一瞬间，随着鱼的拼命挣扎，它就是有机会逃跑了。但是如果你要用一个网，有时候你把网放下去，其实鱼并没有进到网里，可能只是靠近网，由于它对网的这种恐惧害怕，它反而就变得比较老实，不敢动，生怕撞到网上。结果这个时候你反而比较容易抓到它，而且你抓到它，一般来说你发现这鱼在这个时候它一般不太反抗。那么我想这种低级的动物，它的反应，它的不同的反应，它的结果，它的命运的结果都完全的不一样，何况我们人，对不对？所以大家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不要轻言放弃，不要轻言没有办法了，不可能了。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什么都可以改变。所以首先要从认识上认识正确了，接下来的路，接下来的渠道就会有，路路不通可以走水路。我想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是要携手努力，改变中国的专制状态，建立起真正的民主自由的互相制衡的这种现代文明的国家制度。那么我们的权利，我们子孙后代的权利，我们已经有的财产，才有可能永远是我们的，才有可能不被随意的剥夺。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朋友们和我一起在这儿每周相聚，期待着我们下次直播再会。陈光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祝大家健康愉快，心想事成，谢谢。